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风吹半夏太会拍年代剧了，赵丽颖开的车，李光洁的翻盖手机。第4季度上线的《风吹半夏》可谓是今年影视剧的收官王牌。从配置来看，赵丽颖一人就担得起热作的头衔。而从题材、质感来看，《风吹半夏》更是诚意满满，看点十足。根据数据显示，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上线以来，一直稳居猫眼热度榜单第1。剧中的赵丽颖也一直在带给观众惊喜。《幸福到万家》里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高喊“我不要钱，我就要一个说法”，而《风吹半夏》里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满脑子全是钱。心里想的都是我只要钱，我要很多很多钱。在国产剧里能看到许半夏这样事业极强的女主，观众眼前一亮。但是说实话，这部剧的成功不只是角色设定、剧情看点、演员塑造，剧方对年代剧的尊重也值得一提。一开篇，赵丽颖的形象映入眼帘，就一个字：复古。黑色的西装外搭蓝色的水洗衬衫，配上大红唇、黑墨镜、小卷毛，这举手投足就是妥妥的复古港风。同样彰显年代质感的造型，也在剧中的男性角色上有所体现。欧豪饰演的童潇齐，在进监狱改造前是一头乱毛，刘海耷拉在眼睛上，正是那个年代年轻人追潮流最常见的发型。再看他的穿搭，短款的牛仔外台配同色系的牛仔裤，内里一件海魂衫，随便的靠在老式的28大杠上，别提多经典。在服装造型上，《风吹半夏》是扑面而来的年代感，而在剧中道具搭景方面，也都看得到剧方的用心。一开始，许半夏开的车是蓝色的，不比现在流线型车型，这辆车的整体框架有棱有角，方方正正，一看就是手动挡的老式汽车。在车内的特写镜头里，观众还可以清晰地看见汽车的手动挡。在这个镜头里，观众也能看见穿着红色套装的许半夏踩着黑色的连袜打底裤，而这样的穿搭在流行光腿神器的今天已经很少能看到了。紧接着赵磊这个角色上场与女主第一次相遇，相比于女主许半夏，赵磊更是商人中的富豪，而当时的有钱人已经开始使用翻盖手机。童潇齐出狱之后，许半夏就给他安排了一部手机。拥有超能力的男主赵磊也随身带着一部翻盖手机，而且从手机的线条来看，这时候的翻盖手机还停留在打电话、发短信的阶段，样子除了颜色的区别之外，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呆板厚重。除此之外，观众也能在剧中看到一些非常复古的场所，比如游戏厅、室内旱冰场、光盘影音店等等。剧中有一段剧情就是童潇齐在游戏厅打游戏，这个时候的游戏厅环境拥挤、昏暗，笨重的游戏机只能玩些拳皇、街头霸王、魂斗罗等等游戏。这种游戏机有时候还会因为玩游戏的人力气太大，把操作杆拽掉。尽管这个画面也只是短短几分钟，但看得出来，剧方哪怕是在小细节里也不忘这部剧年代剧的时代背景。在童潇齐陪孙谦饰演的夜猫去光盘影音店买 VCD 的时候，店内处处都是浓郁的年代感。白色墙面上用红色胶带贴着光盘影片的字样，毫无美感，但却非常醒目，很符合当时店铺的铺面风格。而在童潇齐和夜猫在室内旱冰场一眼万年的那场戏里，同样是将观众直接拉回年代的复古风。在这场戏里，夜猫披着头发，插着耳机，转弯过来的时候，自然地撑着腿，然后目光直视在场外看着自己的童潇齐。在画面里，光线非常昏暗，各种浮夸劣质的彩灯一会儿紫，一会儿蓝，但这种风格还就是90年代各大娱乐场所的标配。
此时此景，背景音乐再来一首1995年发行的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，伴着夜猫的靠近，深情的男声缓缓唱着：“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。”就在这一瞬间，从画面镜头到演员造型、背景音乐，都把观众牢牢地拽回复古年代，爬都爬不出来。以上所以彰显时代韵味的场所、道具、穿搭，都能突出这部剧的创作诚意。而相比于市面上大多数的年代剧，《风吹半夏》就是赢在了写实。比如镜头交给演员的时候，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赵丽颖脸上的妆感，她的眼袋、皱纹，甚至色斑都一清二楚。哪怕是年纪轻轻的孙千，同样在高清镜头下做不到细腻完美。同样热播的上星剧《胡同的年代》背景发生在党刚刚成立的时候，剧中也出现了红色的大棉袄、粗黑的麻花辫。可是看剧中演员的状态，一个个细皮嫩肉。赵露思在光弧滤镜下的完美肌肤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，从小靠流浪乞讨长大的孩子王。电视剧《稀有琉璃瓦》中，陈钰琪和林一饰演的角色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大，剧中也在努力塑造年代感。可那干干净净的街区，明显是用新砖搭建的墙面，都透着年代的塑料感。至于陈钰琪和林一，更是把偶像包袱进行到底，镜头一给到演员特写，就有柔光打在演员的脸上，林一整个人有着被佛光普渡的圣洁。对比《风吹半夏》中一脸糙的欧豪，简直就是偶像和普通人的差距。说来说去，市面上的有大半的年代剧都不过关，这些剧不是年代味缺失，就是不懂得做旧。而这类剧里的天花板《风吹半夏》算是一部，年初的爆款《人世间》算是一部。这两部剧且不论剧情如何精彩，光是在服化道、搭景道具上就已经赢了。而作为观众，大家可以忍受剧情做不到十全十美，人物设定有些瑕疵，但受不了敷衍之风盛行，因为小配置、小制作，就在拍摄时偷工减料，应付了事的剧方。最后，也希望《风吹半夏》的出圈大爆，让内娱的影视工作者看一看，年代剧到底怎么拍出代入感和写实感。